大家上午好，今天是6月26号。那么今天上午的第一个视频，我们主要来聊一聊黄金的整体走势。那咱们上一次聊黄金是在6月9号啊，6月9号之后呢，黄金是再次向上走出了一波3天的上涨，那么最高也是冲到了3452的位置，但是依然没有创出之前的历史高点。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当前的黄金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大幅的区间震荡当中。那么所以整体的走势截止到目前，我们依然看作是前期从3500下跌的第一波，这是一个 A 浪，然后从这个相对低位3120开始向上涨到这个3452是一个 B 浪。那从 B 浪目前的整体走势来看，在相对的高位它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顶分型，那么预示着有可能此次这个 B 浪反弹就此结束，那么也就意味着后期将会针对前期的第一次回撤再次展开这个 C 浪的调整C 浪的调整。那后期整体下行的大的目标位还是会看到前期的底部附近，那目前看，从相对的高位3452最低最近也是跌到了33033300这样的位置，那整体跌幅已经达到了$150的一个幅度，但是还没有跌完，只不过在局部走势当中它出现了一些变化。下来我们去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次大级别调整这个 C 浪它会出现哪一些变数。这里我们还是将时间调整到4小时图。4小时图目前的走势咱们分为两种预期第一种预期是1、2、3、4、5，跌到这里完成 C1， 再向上有一个反弹 C2， 然后继续下跌 C3、C4、C5 来完成全部的一个走势。那目前第一种预期就是我们是处于这个 C1 当中的子浪4的反弹后半程，那这里我们就需要借助到黄金分割，找到上方的一个短期压制。那现在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压力位是在位于黄金分割 50% 的位置，也就是3346，此处就是近期的一个支撑第一种预期走势的一个关键压力目标。那第二种方式相对来说整体的结构级别我们要看得更大一些，这里我画了大致的2根线，可以看到此处在相对高位它出现了一个疑似头肩顶的形态疑似头肩顶的形态，这边构筑的是一个，然后向上出现一个头部，再次下跌，跌到这个颈线位，然后有可能向上反弹构筑一个右肩，然后再次下跌再次下跌。这一个形态我们用这个紫色段去表示。那通过紫色段的表示，那我们就知道了它是极有可能会反弹到相对的一个高位，这个高位的位置大致是位于黄金分割 0.618 以及到之前左肩的这样一个高点的这个位置，这个区间是位于3392到3403。如果按照紫色段的走势预期的话，那么 C 浪1的低点结束点那就是之前的这个位置3295、3296附近，这是它的一个结束点。那如果按照第一种预期黑色段的走势的话，那说明 C 浪1的低点还没有出现。所以在最近的行情运行当中我们重点是要观察这个3346的它这个点位破与不破。如果在此处出现4小时级别的顶分型或十字星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继续往下看这个 C 浪1当中的最后一个子浪5的下跌，然后这个 C 浪1内部会整体构成一个引导楔形的雏形，那么也就预示着后期会更加明确的表示 C 浪会向下不断的去创出新低。那如果向上反弹超越这个位置，那么只能继续等待3392到3403这个区域，我们才能考虑再次中线的一个波段看跌的这样一个行情。那届时整体的划分按照紫色段，这是 C1， 那上方这个3392到3403的这个附近，它就会完成一个 C2 的反弹然后再创出新低，新的一轮下跌。那我们主要是考虑的这个 C3 的一个波段空的一个思路。那这就是咱们按照黄金
它这个日线和4小时给出的这个波浪结构形态里面出现了头肩顶出现头肩顶，或者会出现引导楔形，这2种预期同时存在，我们同样是需要关注到。好，这里呢咱们对于国际黄金金价的整体走势分析，那么先告一段落。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那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国内金价的一个整体走势。这里画出的黄金分割以及标注的 AB 和之前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还是上一次6月9号视频当中我们给出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同样它也是会面临和国际金价同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一次反弹避浪高点，它最高点是出现在801，那这个801就成为近期很难逾越的一个高位。同时按照刚才国际黄金走势的这种预期，那上方这个头肩顶的压制位置它大致是位于788到这个790。这里我们用红色的线段表示一下，这一线的位置大概是位于788到790，所以你短线有之前持有实物黄金或者是融通金以及 TD 这一类的品种的话，那么近期就要关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如果无法逾越的话，那它会按照国际金价的整体结构波浪形态走势的话，它也会走出 C 浪1、C 浪2以及 C 浪3这样的形态。那如果按照短期预期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引导楔形的走势的话，那么我们把时间调整到这个小时图，同样我们画出它当前的一个黄金分割压力，可以看到刚才所说的这个位置大致是位于777附近。那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引导楔形的划分方式的话，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它整体的一个走势那就有可能会运行出以下的一个方式：国内金价第一波1、2、3、4，然后再走出最后一个5。整体这个5波引导楔形完成之后，也就是完成了国际金价当中所说的这个 C 浪1的全部形态。那么后期整体的大的下行目标，那么我们还是要关注前期 A 浪的这个相对底部大致是位于739或者说740到这个734这个区域。那么从以上的点位来看的话，当前的位置向下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大致是有30到40块人民币的这样一个下跌空间，所以短期的反弹可能无法改变后期的整体运行趋势方向。因此对于目前的反弹向上的这个走势我们更要谨慎一些谨慎一些。好，以上就是今天上午关于国际金价和国内黄金走势的整体波浪结构形态分析。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